男人是永远无法降维打击一个女人的，就算你价值碾压他，但是在他的眼里，你俩根本就压根不在一个维度竞争。就比如说啊，现在人类可以通过各种这种装备或者手段去打败一只老虎，对不对？但是并不妨碍其他生物依然会臣服于森林之王啊。简而言之呢，不管你开的是牛马轮，有多少家公司，或者说年入几位数，对于女人来说呢，都不会让她产生任何的压力和爱慕。很多兄弟会误以为，那我这么优秀了，我这么有 money， 对吧？你除了脸蛋跟身材，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可以去随意的征服他了，并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但凡能悟透个七七八八，你在情感市场上基本上就所向披靡了。听好了，这句话呢，就是男人和女人永远不在同一维度竞争，两性关系里只有雄竞和雌竞，雄雌之间并不直接进行竞争或对比。我再把这句话说的好理解一点，就是你开牛马轮还是说你开的苏七，女人并不会觉得你有多牛，因为她不会把自己跟你去做对比，她只会把你和她身边的男人拿去做对比。如果她的前任开的是 F8， 而你开的是296，或者说她的追求者开的是劳，对吧？那你就已经被禁止下去了，懂吗？懂你。如果你长得一般，然后你是一个创一代，那女方呢，漂亮性感家境又好，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心慌，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她啊？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让你自己身边的女人比她漂亮，比她家境更好，那她就会被比下去，她就会对你来兴趣。能明白了吗？还不理解也没关系，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能让你理解的透透的。这个兄弟呢，他姓徐，离过一次婚，他父母呢去世的比较早啊，给他留了大概有4-5家公司，所以他成年以后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可以说是每天都很繁忙，甚至一天有时候可能只睡得了4-5个小时。那情感需求怎么解决呢？谈恋爱肯定是没有时间的。这个兄弟啊，他只有陪客户应酬的时候在商 K 去跟这些女人打交道。那虽然说夜场鱼龙混杂啊，但是啊，就还真被这个兄弟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这个女孩她很年轻，当时才刚来，就是去那个场子2个月吧。那个兄弟呢很难得啊，就是对那个女孩真的是一见钟情，就直接跟这个女孩提出让她跟着自己嘛，并且呢也跟这个女孩答应说，就直接你辞职我就给你提一辆车，然后还给她租一个大平层。按兄弟以往的经验呢，这一套这种小连招下来，没有任何女人能顶得住，特别是夜场的，对吧？但是女孩当场就翻脸了，就直接说，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是吗？你觉得你自己很有钱是吗？啊，有钱的人我见多了，但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看我的。然后呢，这女孩后来确实也离职了，但是她跑去当销售了，去做这种高端房产的这种，对吧？其实呢，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么肤浅又现实的人。那兄弟哪见过这种阵仗啊，对吧？毕竟做房地产嘛，挺辛苦的，就是起早贪黑的，风吹日晒啊，给兄弟心疼的不行，就差点当时都要给这个女孩跪下，但人家还是不理他。无奈之下，兄弟找到了我。这个兄弟其实就是我开头说的那种情况，他能够价值碾压这个女孩，但是为什么这个女孩就是不屈服呢？因为这个女孩她本身她自己就认识的很多优秀男人，对不对？他对兄弟的认知也是，好像除了这个兄弟有米以外，自身是没有什么市场的那种男人。这个兄弟常年是在商 K 里面混的，在商 K 里找爱情的，所以他是不会被兄弟吸引的。就算一开始啊，他对这个兄弟可能会有一丝丝的好感，但很快就会被兄弟的那些低位付出给搞下头。那我跟这个兄弟当时签好协议之后，咱们干的第一步是干嘛呀？就是先回归高位。怎么回归？兄弟们，你们切记啊，咱们是什么价值的人，就做什么价值的事儿。你一个公司老总，甚至是几家公司老总，或者说你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对吧？你天天进那儿干铁汪汪的事儿，你对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嘘寒问暖，那就是不对劲，知道吗？所以这个徐兄弟在跟着提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时就让他发了一个消息给这个女孩，说的是想换一个新办公室，珠江新城附近有没有推荐的？女生当时是真没有多想的哦，就直接发了几个办公室的这种图片过来，让兄弟去挑。我们当时怎么回复的啊？还不错，中介费收多少啊？女生直接就回复了啊。那女生说正常的话收一半啊，熟人我给你40%吧。我们当时怎么回复的？我们说8888一口价吧。
这女生当时是有点懵啊，因为这888%都不到。然后，但是女生还是说行吧啊，那我们就直接回复了啊，我们说行，转来吧，工行那张。女生直接懵逼了啊，打了3个问号，说我转给你，然后我们回复说对，你转给我啊，我就找你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无理取闹？这个其实是运用到了一个心理学的知识，就是让一个人去帮你的忙，比你主动去帮他的忙更能够拉近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并且兄弟的高价值人设呢，这个女生其实是知道的啊，女生知道他不缺这点钱，她也看不上，所以女生就会觉得这个兄弟的这个行为会非常的奇怪，当然并不会觉得这个兄弟是真的想要这笔钱。从某个维度来讲，我们这种行为更像是强者的童心未泯，就像一个小皇帝一样，你再怎么故意去瞎搞，对吧？惹是生非啊什么的，下面的人也只能顺着你。再加上兄弟之前对这个女生是非常的好，花的米呢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的，所以女生她大概率呢是会去配合这个兄弟的啊。果然，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啊，就说服了你了，这点钱你也看得上啊？行，我转给你吧。然后呢，我们就让这个兄弟跟这个女生约了一个时间去看房子但是呢，我就让这个兄弟带上了另外一个女生一起。这个女生其实是这个兄弟的某个合作伙伴非常漂亮，也非常有能力。3个人当时是一起去看的房子。那在整个看房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女强人就完全的体现出了什么叫做大家闺秀，什么叫做情商和气质，并且兄弟还特意让这个合作伙伴有意无意的去跟这个女生聊一些话。就比如说女生再独立也要学会借势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找到那种能够托举你的贵人啊，这种之类的话啊。最后呢，这个女老板说自己一会儿要有会开啊，就让兄弟自己接着看啊，然后他自己就开始911就先走了啊。那剩下的这2个人就有点尴尬了，尤其是这个女生，她意识到原来兄弟身边有这么一些，就还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异性，对兄弟的态度当时直接就瞬间变化了。不仅有意无意的开始打探兄弟和这个女老板的这种关系，当时口吻还有点阴阳怪气的就说这个兄弟是故意找了个美女来看房气他。那兄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直接说，我跟你之前认识的那些男人不一样我对故意让你吃醋这种幼稚的事儿没有兴趣，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能合作的点就合作，要是没有，当个酒肉朋友也不赖言下之意呢，其实就是在点这个女生，你现在对于我的价值，除了找你租个办公室，也就只剩下吃喝玩乐了那当天呢，2个人分开以后这个兄弟刚到家，这个女生的消息就来了办公室还满意不那个我们直接回复说挺好，什么时候签合同啊？女生回复说现在就可以，我可以去找你我们回复说你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女生说我考虑是你还需要再想想吗？然后我们怎么回复的？我们说不是你要再考虑考虑，你看现在我有租办公室的需求，就找了你，你也能赚钱，其实跟之前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你没发现吗？女生直接回复说哪里一样了？我就觉得你之前很不尊重我，觉得花钱就可以睡我，这感觉很不好。那我们就直接回复，礼物也好，外卖也好，我给人花钱从来不意味着我想和你发展什么关系，只是因为你在这段时间给我提供了足够的价值，特别是情绪上，而我手里恰好有些钱可以给你一点物质上的回馈，所以我希望收到我礼物的人可以开心，而非胆战心惊。我只是在为我的近期快乐买单，而不是想购买你的后半生。女生当时沉默了很久最后呢发来了一句，我现在可以去找你吗？我想当面和你聊聊那这个案子呢，我们到这儿点到为止，好吧？后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我就不想再去细讲。重点呢，就是兄弟们，你们一定要明白，永远不要试图去跟一个女人比价值，真的很傻要么呢，你雄竞过她身边的所有男人，要么让你身边的女人雌竞过她，就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而强者是讲人性。我是肖哥，下课。